你的5星级体验想要选择端庄高雅还是都会时尚呢？今天就是来带大家入住2间位于东京超级天龙区丸之内的5星级饭店。第一间东京皇宫酒店2009整修之后呢，重新于2021年开幕。这间饭店完美的融合日本文化以及国际饭店礼仪，尤其常常会招待一些日本的重要使节哦。东京皇宫酒店也是川普在2019年下榻的酒店。那这间饭店呢，毕竟是国家的门面，所以硬体设施还有服务都可以说是在水准之上。第二间入住的饭店是四季酒店大手町，于2020年开幕的四季饭店大手町是继东京丸之内还有京都之后第3间四季饭店在日本的饭店哦，也就是说它非常的新，整体是走一个现代都会风融合日本文化的设计语言。那这间饭店蛮特别的，它其实是位于一个39楼的商办大楼 One Tower 的34到39层楼，超新超大的49平方米客房，可以一览东京市景或者是皇居绿园，超级心旷神怡的。而且四季大手町大概是目前东京饭店里面礼宾部最强的饭店，所以如果大家目前有考虑要入住丸之内啊或皇居附近的酒店的话，我们今天这集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入住这2间饭店的心得哦，包含交通啊、硬体设施、服务跟早餐。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位于东京丸之内皇居旁边，拥有第1排阔气好景的东京皇宫酒店，历史可以最早追溯到1947年。这间饭店呢，在2009年翻新，然后2021年重新开幕。算一算呢，它的硬体设施也有11岁了。在订房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担心它的硬体设施的新旧程度会不会没有办法跟上它的价格。但是入住之后呢，证明这一点是完全多虑的，它保持得非常的好。东京皇宫酒店的地点还有环境都可以说是上之选，而且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呢，其他5星级饭店一定会开一个天价买下这个地点。为什么呢？大家看到地图上面呢，东京皇宫酒店除了可以看到皇居的大片树林之外，它的南边是一个叫做田仓门遗迹的地方。田仓门壕沟现在看过去就是一个像是莫内花园般的小桥流水，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天鹅。水池内的倒影还有池边的柳树跟银杏，不管从任何角度看过去都是美不胜收，而且不同时间还有不同的感觉。它如此特别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存在，因为这间饭店其实是在办公区域当中，可是因为这样子的景观呢，却让它有着度假村般的气氛哦，就是你一走出去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感觉。那除了这个壕沟非常漂亮之外呢，田仓门的另外一边的水池公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星巴克，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然后再往前走一点，就是通往东京车站的银杏大道，冬天走在这边非常享受，很有氛围感。再来讲到交通的部分呢，东京皇宫酒店它的地下1楼可以直通大手町地铁站。那大手町地铁站呢，本身是有5个线路交汇的大站，所以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东京皇宫酒店走到东京车站也算是非常方便，就是虽然要走10几分钟，可是因为沿路景色都很漂亮，所以就不觉得那么远。然后这次大部分行程我们都是走后门比较多，离丸之内重通大街非常近。那条大街在12月的时候会有圣诞节的点灯活动，一整条都超级漂亮，超有氛围感。我真的觉得日本超级会搞这种节庆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来进到东京皇宫酒店的饭店本体里面，一进门会有一个非常挑高气派的大厅，右转经过一个长廊之后会抵达 check in 的柜台。那你从长廊看过 check in 柜台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庄严高雅，因为它的挑高啊，还有它的门跟它的艺术装置等等的整个气氛。然后也要特别提到东京皇宫酒店里面摆设了非常多的艺术作品，其中90%都是出自日本艺术家之手，所以饭店内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艺术气息。那再来呢，就是它的 check in 时间是下午3点，然后 check out 是中午12点。那今天介绍这2间都是这样的 check in check out 时间，我还蛮喜欢的，因为算是蛮晚的吧。那这一次东京皇宫酒店入住的房型，虽然已经算是最基本的房型，也是有45平方米的大小。那我们一进门呢，会是一个走廊，然后它右边有衣柜，左边是浴室的另外一个入口，然后更进去的话会有冰箱跟 mini bar。那里面的东西跟饮料都是要付费的。那这边蛮特别的，就是房屋它每天都会打扫2次。那在风景部分，我们这间房间是皇居的大片绿地，虽然两边都有被遮到一点的，但是看出去还是非常的心旷神怡。那在窗帘的部分呢，它有2层哦，都是可以自动开关的。那外层它是一个可以完全遮阳的布幕，那内层的部分呢，则是一个薄纱。房间里面有附一个 BOSE 的蓝牙小音响，它可以拿到浴室放音乐，还蛮不错的。那在浴室的部分呢，它有一个蛮大的浴缸，然后我每天都会狂泡澡，就是在外面逛了一天之后回房间泡澡，真的非常的放松。那
备品的部分呢，他们是使用 Benford， 它是一个英国品牌。那女生也有一些基本的保养用品。那再来讲到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干湿分离的 shower。那这个 shower 它很特别，就是它是从天花板洒下来的那一种，超级爽。那当然它也可以切换成一般的莲蓬头。那说到这个房型呢，其实我有一点点后悔没有把它加一点钱换成有阳台的房型，所以建议大家在订这间之前呢，先看一下自己订的是不是有附阳台。那讲完了房间呢，我们来讲一下超级重要的早餐的部分。享用早餐的地方呢，在大厅的左侧一个叫做 Grand Kitchen 的地方。那这间饭店早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坐在户外享受壕沟的风景，然后一边吃早餐这样。但是有一点可惜，就是因为这次去有一点冷，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室内的位置。那早餐的部分呢，可以选择日式套餐或者西式 buffet。就日式它就是给你一整份这样子，不能再多拿。那西式 buffet 的话，它会先问你要怎样的煎蛋吐司还有咖啡。那 buffet 的部分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西式自助餐哦。那我记得蛮特别，就是它的巧克力可颂非常好吃，然后面包区都是蛮值得期待的。但是其他就没有什么记忆点。那这边有一点点可惜的，就是选择了 buffet 之后，它的 buffet 是没有任何日式相关的东西的，像是早餐的纳豆啊，还有酱菜之类，就是完全没有。然后呢，这间 Grand Kitchen，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假日在外面很难约到餐厅，所以我们有在那边吃了一餐晚餐。我们点了一个薯条汉堡，超好吃，就是非常的美式，然后非常大份，然后它的蔬菜咖喱也超级好吃，就是非常道地的印度咖喱，然后不会太辣，然后也不会太重口味。总而言之，在 Grand Kitchen 这间餐厅呢，感觉点任何东西都不会出错。那除了1楼的这间全天候餐厅之外呢，它在6楼还有其他3间餐厅，然后其中我们有尝试吃他们的板前寿司，非常的推荐，就是品质都有到位这样子。而且这边的餐厅出乎我意料的热门，尤其假日都是被订满的状态。那除了餐厅之外呢，东京皇宫酒店它的 B1 也有 7-Eleven 还有蛋糕店，他们蛋糕店的蛋糕还有面包都超好吃。再来就是健身房跟游泳池的部分呢，这一点比较可惜，就是因为我这次去就是刚好月经来，所以就没有去体验他们的游泳池。所以大家要入住这间的话，记得一定要带泳衣。那整体住下来，我觉得东京皇宫酒店真的很值得一试，就它是一个非常放松高雅的环境，服务很到位，然后餐厅随便吃都超好吃，然后交通又非常的便利，就是非常的高级，然后又非常的享受这样子，私心非常的推荐。四季饭店大手町。大手町四季饭店位于39层的商办大楼大手町 One Tower， 楼层分布在34到39楼。那因为他们2020年才开幕，所以非常的新。那附近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间丸之内四季酒店，但是那边就是年份比较久一点，然后服务也听说是大手町比较好，所以后来才选择了四季大手町。那在地理位置的部分，它其实就位在于我们刚刚介绍的皇宫酒店的北边一点点，但是因为它的环境景观少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壕沟池塘，所以四季大手町就是真的置身于商业区的感觉，而且它跟皇居森林也隔了一栋楼，所以就是少了一丝轻松惬意的度假感。那一进到这间饭店的1楼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比较小的接待处，然后你一定要先搭电梯到39楼的 check-in 大厅，然后你回房间也是要先到39楼转电梯哦，这一点就有一点不方便，尤其是你在赶时间的时候就会还蛮阿杂的。但是其实大手町四季饭店也有它自己的强项，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那在交通便利性的部分呢，大手町四季饭店也可以直接在饭店的地下通道直接抵达地铁大手町站，而且饭店也有提供免费的市区接送服务。不过这个部分就是要看饭店有没有刚好有空车啦。那再来呢，我们进到饭店的本体，我们搭电梯到39楼 check in，39楼电梯一打开就是整片的落地窗，然后看出去呢就是超美的东京景色，周遭的景点可以直接看到皇居、晴空塔，天气好的话呢，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那大手町四季饭店它的设计风格呢，比较属于都会现代风融合日式文化的风格，我觉得有一点像豪华雅痞风的感觉，跟刚才我们介绍的皇宫酒店那种端庄高雅的感觉是有一些差异的。那在 check in 之后呢，要搭饭店内部的专用电梯前往房间，它都是用冲刺的速度在上升跟下降，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知道要转电梯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弱点。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入住了他们最基本的城市景观双人房，那虽然说是最基本的，可是也是有49平方公尺，是一个超级大的房间，它的空间比皇宫酒店还要更宽敞，然后风景也更辽阔，因为它的楼层是比较高的嘛，而且我们入住皇宫酒店，它的风景其实是有一点挡到的。那除了这种房型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皇居景观房，但是价格就会比较贵一点。那在我们看到浴室的部分，它是有带一个浴缸的，然后我觉得它很棒的就是它有2套的洗脸盆，然后一样也有独立的淋浴间，它的 shower 也是从天花板洒下来的这一种。
那它背景用的是这个品牌。然后要讲到呢，这2间饭店他们用的吹风机竟然是同一个牌子。那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品牌在市面上好像并不是非常有名，但是还算是好用啊，就是吹干也算快。再来讲到这个房间，它浴室的门还蛮特别，就是它是一个合适门，然后它这边呢是可以拉开，让浴缸的视角可以直接看着电视，所以泡澡就是非常的享受。那入住期间我也是泡澡泡好泡满。那在冰箱的部分，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把需要付费的品项塞满了整个冰箱，所以就完全不能冰自己的东西，这一点还蛮不方便的。然后大手町四季饭店他们也是每天有2次的房屋打扫。再来我们就要介绍大手町四季饭店最强的特色，就是他们的礼宾部门哦。我们第一天抵达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会讲中文的礼宾人员，叫 Tiffany， 然后入住了2天晚餐，他都帮我们订到非常好吃的餐厅。然后后来他也特地在我们的房间摆上一些小卡还有甜点，就是非常的温馨。然后这边也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是入住之前要用 email 请他们订一些很难订的餐厅之类的话呢，这个我在入住之前其实有尝试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用第三方的订房网站订他们的房间，所以他们不太理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经验还不足，所以不太懂他们的规矩嘛。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场的礼宾是非常有礼貌，而且服务非常到位。然后再来讲到四季大手町他们的早餐哦，他们早餐很棒的就是你也可以一边享受美景，然后一边享用早餐。它有开放一个户外区域，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7月，所以就蛮热的，没有办法在户外用餐。而且入住的那个时候呢，它是只能选套餐的，他们完全没有 buffet。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我们那时候是只能选日式跟西式套餐，然后我2个都有试过，我觉得都还蛮普通的，就是不太需要特地去吃。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改变方式啊，就是搞不好现在有自助餐也说不定。然后另外呢，在同一层，也就是39楼这个大厅，还有其他的餐厅可以选择，像是他们有米其林的法式餐厅啊，或是意式餐厅，感觉也是有一定的水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特别去尝试。然后在健身房跟游泳池的部分呢，我觉得它的健身房还蛮值得一去的，它里面都是大面的落地窗，就是你可以边看夜景，然后边运动这样子。非常享受。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晚上是完全没有人在用健身房，但是游泳池的话我倒是觉得还好，就是一个蛮标准的游泳池。那总体而言呢，我觉得大手町四季饭店它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新，然后景观非常赞，就算是城市景的房间呢也是非常的辽阔，因为它的楼层真的还蛮高的，所以还蛮有优势的。然后房间很新，服务也非常到位。我觉得它小小的缺点就是它需要转电梯才能到房间，而且它少了一丝度假感，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是比较都会时尚的感觉。那最后呢，来公布一下这2间饭店的价格哦。东京皇宫酒店呢，12月入住1晚是19000元台币，四季大手町在7月的时候入住1晚是24200元台币。最后我要来介绍我自己比较喜欢哪一间哦，就是我个人绝对一定还会再去住东京皇宫酒店，而且下次我一定会想要住有阳台的房型，就是感觉在那个阳台吃东西啊，然后看美景，感觉就非常的享受。而且这个结果其实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我当初在订饭店的时候，我以为它可能设施会比较老旧，但是后来去住之后，我觉得它保持得非常好，而且重点是它的环境啊，还有地理位置都非常的对我胃口。因为东京皇宫酒店它的步调算是慢的，就是每一次在周围散步啊，你要出去或回来都是一种享受。而且在12月去的时候呢，周遭就是会有一些圣诞布置啊，或是活动之类的，就是整个城市都弥漫在那个节庆的气氛当中，就是超级有氛围感。非常推荐，如果你今天是去东京要放松，然后同时想要享受这个城市的便利性，又要兼顾度假感，属于一个比较慢活放松的感觉的话呢，真的可以试看看东京皇宫酒店。